我们人如何形容亲？在字典里，亲的意思就是亲近、亲切、亲爱、亲朋故友等等意思接近。可是有没有人想过，亲的精髓其实是什么呢？灰尘满满的相簿里，存放很久的老照片，都充满着旧年回忆，就像时间倒流一样回味往事。每一张照都拥有个故事。翻过相簿的照片才发现亲戚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，不就是俊男美女？可是岁月是不留人，年轻的也逐渐老了，年幼的也长大了。我本身也不能不承认，自己不再年轻了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目，最主要的是心还年轻，大家都健康高兴的过生活，有的笑，也有的闹。移民几十年不见了熟悉的面孔，终于回归探亲。家乡的亲戚们收到他们回文来的消息，都很期待。不只是熟悉的面孔，他们的新一代也来了。我们相处一堂时，有些亲戚虽然不在场，也有些不在世，大家多年后还可以碰面吃顿饭，聊聊天，也算是种幸福。只可惜那时候我没到机场迎接他们，我无法讲述。接待返乡远亲故友，美食是其中款待重要事项，也特地物色了他们回味多年没吃的美食。与远方亲戚餐馆共聚，在此也深深感激二表姐和大姨丈的大方请客。每个国家的美食必定有自己的特色和风味。虽然文莱美食都跟很多东南亚国家，例如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都很相同，可是还是有差别的。就像每个人忙碌的生活必定有酸、甜、苦、辣这4个字，只要加上咸与鲜，就是令生活更精彩的基本味觉。而人可以团圆吃饭，也就是这个精彩，也就是这个福。吃完了饭，说说故事，充满微笑与温暖。吃了晚饭，接下来就是吃甜品水果。来到文莱夜摊街，那就一定要尝试他们的街食和水果了。这里本地不只是有美食的特色，有些水果也只是在婆罗洲这里有，刚好在那时间，本地水果正在当季。例如味道类似牛油果的黑甘蓝，本地榴莲有光滑细腻的白榴莲，以及婆罗洲的黄与红榴莲，两个都味道浓烈，入口爆香。这次又是二表姐来破费了，真的很感谢她。哎，女人啊，吃饱一整晚就是叽叽喳喳。很
很多文莱人夜尾领兴趣时，必定去美里城，在马来西亚边境文莱的城市。原因是因为文币对马币汇率高，在那吃喝玩乐都算是大廉价。表姐表哥一家人计划好来这旅游，我有幸被任命为他们的私人司机，跟他们到那做3天2夜的富人。我们来到旅行的亮点就是到这5星酒店来看风景，正好赶得及看日落，让阳光的温暖来迎接我们。虽然呢心声中缺眠，来到这5星酒店看到那么漂亮的日落，与他们的笑容却是值得。文莱美景其实并不输给边境国家，在这10年之内，经过政府的总体规划，本地基础设施经过不少变化。最新动态其中之一就是连接文莱2区的大摩拉岛大桥、Rebus 桥以及漂亮的惊喜公园，陪伴着文莱有名的清真寺。多年被废弃的亚山购物中心也增加了许多节目。之前的首都就像个沉睡的小镇一样，被起死回生，景色变得更摩登、更精彩、热闹。我也相信亲戚们看到这些变化也有所惊讶。自从丝绸之路在中国汉朝被建立后到现在，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华人带着他们的美食文化移民遍布世界各地，落地生根。中华人民往外移民的现象都有超过2000年历史了。华人文化当中最普遍的就是拜神祈福，几乎每个有华人的国家都还保持着这些古老传统，尤其是在亚洲持续到现在。每年大节日、农历新年、中秋等等，神庙都成为我们华人民族的聚会中心。看着表姐阿姨们这里很用心的在点香烧云，为家人祈福，看得出他们的关怀和好意，真的辛苦他们了。就是妹妹，那你可以帮我去
我们现在又来吃了，这次是远方亲戚们在家乡最后一晚聚会，亲戚全都集合一起聚餐里，贡献了他们自己拿手好菜。不是，应该是说他们自己以许多餐馆的拿手好菜。一天到晚都是吃，天哪！单单1个月的时间，增加了3公斤哎，胖上加胖，肚子再大下去，可以在我腰围上环游世界啦！吃饱过后，来张合影，留下新的回忆。10年后再翻看，怀旧。时间也过得真快，短短几个礼拜，亲戚们都要回国了。美好时光必定有个结束。当天把亲戚们接到机场，沉重的行李箱装满了他们喜爱的零食。文莱有空的亲戚们也来送机，向他们拥抱告别。虽然每个人带着笑容满满的面孔，可是我相信心里也会有点不舍，期待着未来再聚合的机会。表姐的充满关怀心，表哥们的畅谈和笑话，与微笑还原灿烂的阿姨和姨丈，以及大家都带着那份关怀。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，亲的精髓其实来自人情味，是在一刹那间留下的亲情和回忆，可让我们回味分享往年故事。在这几年来，经过一场疫情和国与国间的战争混乱，能透析人生其实有多脆弱。要珍惜现在平安美好时光，就算是短短几天的时间，可以与亲人吃饭、叙谈、怀旧，那刹那带来亲切温馨，也实在难得。
因为人生可以有多少个10年呢？在这里，我想问大家，有没有找个时间偶尔回家乡去探亲拜访呢？而我这故事就在这结束，也该是时候减肥了。